大家来看一下，你们烤出来的吐司是不是这个状态？进炉是什么样子，出来就是什么样子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的吐司烤不满模？模拟了一下普通家庭做吐司的办法，就是它不用冰袋，然后我们将材料加进去，同样是除了黄油和盐以外不加，我们加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。低筋面粉是减少高筋面粉的筋度，让我们的吐司更加蓬松。我们的蛋液、奶粉、白砂糖，还有酵母，最后加入水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用的常温水，26°2，放在打面缸上，然后厨师机开低速，将它搅成团。面团打至抱成团后，我们开中高速，将它搅打成就是可以拉出厚厚的膜。面团打至我们可以拉出厚厚的膜的时候，好，现在可以加盐和黄油了。我们稍微开低速，将面团把黄油吸收。我们打到黄油全部被吸收后，我们可以开中高速搅打至起手套膜。打至像这样可以扯出手套膜，然后我们就将它取出来。现在测量它的温度，面温，看已经有30.3度了，它的温度其实算偏高的了。我们将它进行一发，稍微把它整形光滑一点。我们放在室温外面发酵，看温度是27.6度，然后湿度就71%，然后比较接近我们发酵最好的一个湿度。好，将它发酵。我们利用第一个面团正在发酵的时间来做第二个面团。我们的原材料没有变，然后我们利用了冰袋，同样还是除了盐和黄油不加以外，我们先加高筋面粉、低筋面粉、白砂糖、奶粉、蛋液、酵母，最后我们加入冰水，这个温度可能只有2度左右，加到里面，好，放在厨师机上，还是先低速将它搅制成团。搅拌好后，开中高速，已经打至这样出现厚厚的膜。好，现在可以加入盐和黄油。好，先开低速，将面团把黄油吸收。我们打至像这样的手套膜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取出来了。我们将它稍微团一下，好，大概在26°27。让它稍微团圆，然后表面光滑，放在碗中，盖上保鲜膜发酵。这是做一发，现在是。我们第二个面团同样放常温发酵。现在能看得出来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打的面团已经发酵至1.5倍到2倍大这样大小了。好，现在我们需要使用它。第一个面团我们大概发了40分钟。好，我们取出来。为了防止粘连，在案板上稍微撒一点粉，先排气。好，排好气后，我们切割成150克一个的面团。接着我们将它团圆。我们团圆后，将它稍微盖一下，为的是防止表面干燥。然后我们将它松弛5到10分钟。松弛好后，我们来擀面，稍微撒一点粉。防止粘连。你将它先擀长，边擀边排气。好，先将下面的压烂，从上往下这样裹起来，不要裹得太紧了啊！第一次，不要裹得太紧。好，漱口向下。
我们将3个面团卷好后，继续将它松弛5到10分钟。第2次松弛好后，我们继续将面团擀，然后我们整形。我们稍微将它擀长一点，然后将它卷起来，一定要卷实、卷紧，收口向下，装在我们的吐司盒里。我们的面团就放在外面发酵，这是第2次醒发。第2个面团差不多发了40分钟，好，也差不多到我们想要的1.5或2倍大小，然后我们拿出来排气。我们继续放常温发酵，我们看一下刚刚第1个。已经开始发起来了，但还要让它继续发会儿，因为就是还差一节。我们已经差不多第1个面团发到8分满了，好，我们进入烤箱。我们放进上下火200度预热好的烤箱里，中下层，然后设置30分钟就可以了。第2个面团我们已经发到8分满了，看，就已经到达我们的手这个位置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去烤它了。第1个面团吐司取出来了，摔模，好，把它扣出来。现在2个吐司都已经烤好出炉，并且放凉了。这是第1个面团，我们是没有加冰水，也没有加冰袋打的。这是第2个面团，我们是用了冰水加上冰袋打出来的。现在我来这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就第1个面团的话，我们就是烤出来它是没有满模的，就基本上我们发了多少，然后它就烤出来是什么样子，甚至是说有的朋友可能还比这个还要烤的矮一些。那第2个呢，我们基本上烤的是比较成功的，它出来4边会有一个圆角，大概1公分左右的一个这样的状态，好，它是比较完美的。那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在打面的时候要控制面温，不然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样子。所以说大家学会了吗？